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对杨紫的倾向是神秘的喜欢你，深深的迷恋你。这句台词太符合我对杨紫的感情了，没有很好的解释，没有明显的解释，她只是有吸引力，我只是对她有一种奇怪的偏爱，一种奇怪的体贴感。2005年《家有少年》中的夏雪是我对她的初步感觉。然而，我看过这个节目，只是我没有尽可能的从头看到尾，只需观看电视上的任何剧集。只是我不是特别偏爱这个节目。不过夏雪流星我记得。然后我在2013年晚些时候对她眼花缭乱。那年她21岁，时常在电视上看到《匠心人生》节目。其实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她留着当时格外出名的短发。然后那个时候主持人有谢娜，这是我的头号主人。然后听杨紫讲述她从小当明星的心理漂移，去除童星印记最有效的方法。当每个人都告诉你不能再演戏的时候，既然艺人就一定是艺人，因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。带着他的深情，我申请了北京电影基金会，然后有人告诉他，你不能轻而易举地通过测试。由于学校可以没有记录的学生，因为我没有太多的基础，明确断定女1号就是我。就在录音开始的前一天晚上，我让自己知道我被取代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从那天起，他让自己知道他应该在真正的力量领域成为。演出结束后，他唱了《后来》。虽然没有专业歌手那么厉害，但他唱出的每一个字都那么清新。后来，我终于在泪水中领悟。听他唱这首曲子，听他谈论他的经历，然后是整个发音，我认识了这个人，没有工作，只有他自己。你会觉得她是一位有着非凡励志视角的年轻女士。又想，正好小雪长大了，她此时不是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小姐姐。后来的印象是，她和张睿、李晟、雨花非花雾非雾组、幸福大本营。那时我实际上看起来很幼稚，不是很吸引人，但她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然后在那一点上保持不冷不热。更何况他在网络上的用词也不是特别细腻，他们在讨论他的容貌之类的话是真的很，说他偶尔换个人，好歹话不顺眼。然后到时候终于去搞了个大妆 IP 青云记的契机。然而当宣布演员表时，有很多问题。许多人认为这份工作无论如何都不适合他，因为按说他的照片是一张轻松的，然而青云记中的画面却是冰冷的奇观。有人说他还不够，或者说他还不够，有很多，而且无论如何都是不愉快的。然后就是那个时候，电视剧流传开来，大家都说她不漂亮，后来整了整容，脸又硬了等等，好假等等。这应该是一次非凡的语言攻击。反正那个性格一开始是冷的，简直不要太好看。然后就在这时，来了后来家喻户晓的向幸福致敬中的4女一职，她饰演的是邱莹莹。这部剧播出的时候也很像青云志，还说她的脸，说因为整形手术，我不能再做美容了，她不检查满刻度。这些表述令人震惊，被歪曲或类似的东西。反正邱莹莹的工作就是这样，上次说过分冷淡，这次说过分误传。你需要这个发音吗？显然，重要的是职位和工作。可以肯定的是，邱莹莹的这份工作并不尽如人意，令人满意的是王子文的工作。邱莹莹，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小姐姐，周围正常，不漂亮。再次有大量的嘲笑。这个节目，尽管如此，她也比以前更受欢迎了。无论如何，这也是她的一件艺术品。然后在那一刻，我真的为他疯狂。就是他和任嘉伦演的大魔王，他在里面饰演白瑶瑶，一直以来都挺符合他的性格，他是无可指责的和甜蜜的。然后
在那个时候逐渐的坠落到人间之后，他是越来越成熟了。后来遇到了很多事情，可以看出他演技的进步，可以看出他整个人的变化周期。大约在那时，我觉得他的同情能力是特别强的领域。在他哭泣的时候，我会得到他心痛，我亦然。然后是香蜜让他真正跻身一线女星，香蜜沉静如霜，他化身为葡萄混紧密。其实这部剧和天机那部很像，两人一开始就格外的天真，然后到那个时候慢慢的去体验，慢慢的发展。这一次众人同样看到了真正会演戏的杨紫，然后是最前沿的节目《亲爱的朋友和家人》。童颜和他的另一半太出圈了，他们喜欢这个节目，他是这个节目的班主任，很有道理。整部剧虽然有感情成分，也非常有动力，无中生有，这两个戏剧化有效地脱离了圈子，这也更加奠定了她顶级女星的地位。至于戏剧表演，我看过她的《中国咖啡馆》，简直是你想象不到。她通常对如何做家务一无所知，后来她实际上考虑测试她不擅长的事情，这是完美的。好喜欢她和王俊凯的那几套姐弟 CP。之前还有一个剧场版，同样有王俊凯。在正能量少年会中，她是主力小姐姐，正能量的时候却并没有特别出名。当时大家都在猜测和张一山的 CP。需要看到的人，看到同台的刘星和夏雪，那是一段珍贵的回忆。其实看了一大堆的剧集，你就会知道，她虽然平时不拘小节，但内心却十分脆弱，同时也非常细腻，反应迅速。别人的印象，关于 Male Investigator Analyst， 可以看出他还很精明。林志孝在不那么遥远的过去的满足指导，直到我生命的尽头，太棒了，总体来说很优秀。女临床医生和敦的小欢喜极度休养生息，还有沉香如片，我当初看的时候完全是为了他一个人看的。诚意在看他的电视剧很有意思。一开始我觉得他们两个完全没有 CP 的线索，不管怎么说，自从两人出现在叶望川之后，我感觉我又一次被他们俩占有了。然后在那一点上，他变得越来越有压力。杨紫有这样的能力。事实上，我本可以不用太多的戏剧化，尤其是从一开始，但我越来越喜欢他们。由于他特别富有同情心，极度迷人的个体，使个人跟随他，看他的故事，跟随他的幸福，跟随他的悲惨，跟随他的悲伤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台词很棒。至于台词，我在同龄艺人中找不出来，他比他优越。而且现在的她越来越漂亮了，之前大家并没有察觉到她的容貌。尽管她在公众眼中算不上尤物，但她绝对不会被人认错。所以朝不同的方向前进，让别人说吧。无论你对自己放多长时间，有时你的呼吁，每个人都会看到你非凡的魅力。来吧，真正的放松下来，期待你更多的可爱作品。就像之前刚看完的长情，很期待。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走到了今天。有一句格言行之有效，你走过的街道很重要。这是一次极端的旅行，但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你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？02肖战赫然走进2所高校大门。主打新剧确定开年，双倍满足近日，肖战带来了双重满足。最重要的是，肖战确实逛进了2所显赫学院的校门口。校方重点推荐肖战的与年和最幸运舞台，唱遍全场，带动全体师生一起感受温暖美好的能量。此外，肖战主演的新剧《玉骨遥》大概率肯定开年。按照业务，《玉骨遥》将于2023年1月开播，太棒了，简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了，太幸福了。据了解，青春期艺人、优秀偶像肖战闯入了西安航空基金会和陕西传媒学院2所大学，权威分别推荐了肖战的与年舞台和至尊舞台，想用肖战正能量的曲子和动人的嗓音，引导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都成为像肖战一样温暖励志的人。事实上，这并不是进入大学的最初机会。
更关键的是，肖战的玉骨遥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。多位业内人士透露，玉骨遥将在次年第1年预定，到年底才对外公布。记录同样是一个不错的决定。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，大家看到这样温馨的一幕都非常开心，纷纷按照权威和肖战的手段，继续感受着光彩，不自觉地影响了自己。对于新剧，我还不能给出特别明确的评价。考虑到所有事情，它实际上是闲话。相信团队很快就会公布结果，有充分的理由规避吃瓜群众。所以，双重满足只是一个观点。肖战有很多振奋人心的消息，你会调查多久？发现多久？肖战作为真正的顶级正能量符号，前程似锦，未来可期。祝肖战演艺事业蒸蒸日上，一帆风顺。肖战要继续往前走，他一直都在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